好，欢迎回来。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了，说美中之间彼此在较劲，那中方会拿什么东西来开刀呢？有动作，来，中方现在掌握的重要资源就是稀土了。明定稀土呢属于国有，而且是全面性的监管，这是从10月1号开始要实施的一个新的制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去年他们稀土产量24万吨，占全球的2/3，而且呢17种稀土元素里面呢，基本上中方占40%，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东西都用得到稀土，特别是现在包括在半导体啦、电动车啦，甚至很多的军武器材都需要稀土。现在呢，中方不但是把它列为禁止的一个出口限制的项目之外，明定这些通通是国有，全面监管，那就表示你需要吗？那你要先问问我，再要不要给你。好啦，在另一个部分，中方这边也掌握了话语权。这个是呢，他们刚刚到月球的背面来爬回了月岩，这一些土呢，他们到底要给谁来做研究？现在美国媒体 Politico 说给了法国，给了意大利，给了巴基斯坦，给了欧洲航天局，可问题就是不给美国 NASA， 根本就没有邀请他一起来研究采集到的月岩。他们也开始在讲了，说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中国就是针对美国，但中方这边呢，也有人在讲那就是因为如果要合作的话，要征求 FBI 许可。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沃尔夫条款，更在中间，所以让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问题跟摩擦。美方呢，现在其实在关税上面屡屡的拿中开刀。也因为选举季啦，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他们选票上面的考量跟需求，包括了像高尔夫球车呢，说因为中方的高尔夫球车大量的涌进美国，所以现在美国人呢有2家大的高尔夫球车生产商，因为这样面临了生存危机，就要求要加征100%的关税。好，另一个部分呢，美国的商务部雷蒙多最新的动作是他觉得中方的电动车数据要强制存在美国。除此之外，电动车、船舶、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领域，我们要更严格的贸易限制。先前不是已经讲了吗？要在针对中国电动车，可能要有一个新的内容。这个内容呢，现在正在起草当中。美国众议员呢，甚至还讲到了船这件事情。好，原因是因为如果说呢，现在大部分的船舶确实是中方制造的话，那他要来靠港的时候，他说只要是中国造的船，他们就要征收每一艘100万美元的停靠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算不算是一种长臂管辖的市场上面，就是要求你必须要好好的注意，你买的东西是 made in哪里这件事情呢？而另外，电动车他们一直讲，那是因为你们倾销啦，你们大量补贴啦，你们才会有这价格优势。可是如果真的让美国人自己在做的话，很多政策好像很难实现，因为拜登的政策其实是要广设50万座的 EV 充电站，结果2年多来呢，说只盖了7座而已，因为太少了，所以美国将近一半的车主甚至因为很难充电嘛，所以考虑换回汽油车。拜登到底这4年来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现在要竞选连任了，可是在辩论会之后，大家开始讨论的竟然是换败换灯。好，原因是因为现在他的胜选几率说只剩下19%啦，川普呢甚至过半到54.8%，不但自己掉了，还拉抬了对方。就连经济学人都在讲了，说拜登呢说他再次参选是要帮大家拯救，不要受到川普的报复。但是问题是，如果真的在意他的使命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最伟大的公共服务让给其他民主党的提名人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是不是把人给换掉？不是只有经济学人，昨天也讲了，纽约时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社论出现，好，甚至 Washington Post 也开始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声音，这都是过往来说最挺民主党的。有可能有人来接吗？确实，也许有一些人选，包括了最常被提到的贺锦丽，现在的副总统，包括了加州州长 Newsom，有人说的他会不会不成气候？但 Michigan 的州长赫默也有人把他提出来，但是就表示，如果真的是有人接的话，那他退或不退？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其实呢，他们现在已经在大卫营讨论了，开家庭会议，是不是真的要退下来？那有知情人士讲对
拜登来说最有影响力的，可能就是 Jill， 就是他的第一夫人。如果说第一夫人真的跟他讲说，亲爱的，我们回家吧，也许真的就会就此改变未来大选方向。好，其实除了美国在选之外，法国还记得吗？法国总统呢，先前不是遣散了国会吗？好，他现在马克宏他要面临的是，他做了这个政治举动之后，现在可能的结果就是他所属的政党目前获得的支持度可能只剩下20%。那他的这个对手以前选输他的那个勒庞呢，现在支持度他们那个政党支持度破37%。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也危及到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前可能挑战他，但是呢，那个时候选了好几轮，好不容易他胜选。现在政治局势正在改变当中，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请教一下介大使，在整个世界局势的改变当中，中方现在出手了，他锁定的是稀土，而且明定国有化、全面监管。对，其实就是说，过去这个世界上就是只有西方国家能有制裁别人，或者限制产品出口，或者限制这个技术出口。那现在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准，还有就是产业发展的水准，还有中国大陆是个资源大国，很多矿物稀有矿物的这些长在中国大陆手里，所以现在西方国家可能第一次也面对到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他们相对报复，因为你对我报复的话，我就报复；你限制我这个，我就限制那个。那过去都只知道西方国家单方面给他报复，现在像俄罗斯被报复了多少？1万多项啊！中国大陆被报复了，你说这个所谓的实体清单或者说列明黑名单的这些公司个人来讲我想也都是成千上百，而且都是美国在最近几年公布的。那大陆当然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挨打。如果你本身还有实力的话，那当然就是回击因为回击攻击是最好的怎么防守要不然你永远挨打下去嘛。所以中国大陆就其实这个有关稀土方面的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整顿进行了好几年了。它从资源的调查到整个输出程序的一个管控事实上也花了大概2-3年。在去年公布加者这个列入出口管制物品这个部分，它自己本身大陆也花了2-3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不是说要报复就可以做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最近公布的稀土管理条例那么这个10月1号开始实行，我觉得就是更清楚的把整个的管制从这种紧急的行政措施变成一个有法律基础的。那这个并不是说10月1号才开始实行这已经实行蛮久了，大概有1年了。只是说把这个法律基础再做，你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习近平他这个从第一任开始吧，他就强调依法治国嘛。所以现在大陆就是说很多法令上他必须他的行政措施政府的政策，最后他都要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已经做了。现在这个法律才更完备了。那其实我们也其实中国大陆最近1-2年做的不是只有加耕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石墨。石墨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虽然整个的这个储藏量不是世界最高，那个最高的是土耳其，可中国大陆占整个石墨的出口的70%，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在电池的那个正极所需要的那个鳞片、鳞状的这个石墨中国大陆占90%，而且呢，中国大陆在石墨有关现在的电池所需要石墨的这个它的技术遥遥领先，所以呢，中国大陆现在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我想就是说这些部分你会看过美国每天在那边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可是中国大陆一出手的话，事实上美国将来它电池产业要发展，甚至它的军事产业要发展，因为这个家对于这个雷达通讯很重要，可能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制裁、很严重的缩限这个都我们有待我们后续来观察。是，请教一下小店长怎么看？我们这样讲稀土其实很多国家都有，但是要把它从稀土提炼成稀有金属的技术，都只有中国有。
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禁止稀土，有条件的管制，其实这个是对的。而且这样做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大陆。我举个例子，印尼也是如此。印尼有这个我们讲到电动车，它的电极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镍。印尼也禁止原矿物出口，就是以前大家都是挖了镍直接出口到自己国家里头，自己提炼，然后自己造成成品。现在印尼也禁止原矿出口，它必须要成为半成品之后才能出口。为什么？因为印尼也非常清楚，只有成为半成品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拥有技术，而且这些国家最后我们讲到，甚至连比亚迪都要到印尼去设厂。为什么？因为有关于电池的部分非印尼不可。那至于说呢，我们讲到稀土，除了地球上有之外，还有哪里有？月球也有。那但是我们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太空的一个进程，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啊。那我们这样讲啊，其实中国大陆的这网民其实是整体的国民啊，非常注意他们在太空方面的成就。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嫦娥6号。嫦娥6号，大家认为啊，就去挖个土而已，就有什么稀奇？不是啊，它有钻取跟挖取。当年美国的太空人就是在表土啊，挖那些月壤而已。现在他直接用钻取，所以他说他的那个采样的装置有2.5公尺，意思就是它不是只挖出表土来，它可以下钻2.5公尺。那挖出来的这些土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它的重量呢将近2公斤。那这些表土我们刚刚就看到了，其实它是交给了欧洲航太总署、意大利啊这些法国这些国家。那交给了这些国家 ，NASA 就拿不到了吗？ NASA 一样拿得到吗？但是我就是给你难看，你一天到晚说中国大陆对美国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当中国大陆成为太空的先驱者的时候，我也同样的对你美国制裁。是，请教彬哥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制裁，当然是会不断的在继续的加强。那可是问题是，美国不要光想着制裁别人，你们自己面临的问题，你自己要去解决。比如说电动车这个东西，电动车为什么在美国现在慢慢这些车主都想要用回来，就是因为充电桩根本不够。那充电桩为什么不够？是美国真的连建设充电桩的能力都没有了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这一些油商啊，这一些团体啊，这些汽油车的这些厂商啊，他们在限定拜登政府不让他做这件事。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连个你觉得美国政府再差，可以这么多年只建7个充电站吗？那个数例有点少。对啊，那个实在少到太夸张了嘛。所以很显然是政府遭受到了强大势力的干预，让他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嘛。那所以美国如果持续任由这一些实力的企业不断的干扰美国的发展的话，那未来美国的发展是堪忧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去想想看，他们任由这样的发展是对的吗？你会慢慢被世界淘汰。那至于说拜登现在这个东西，那当然看了那一天的辩论之后，很多人对拜登开始信心动摇，觉得他大概撑不到这个11月选举这一天，那是不是要换人？那可是说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当然有民主党内还是有人可以换，问题是换了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换了之后就能够赢这场战吗？换了之后就能够扭转局势吗？恐怕也很难。那但是你如果让拜登继续下去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第2天他的表现是很正常的，很好。对啊，那看起来他在他自己的同温层里头表现是很 OK 的。那可是问题是，当他离开自己的同温层之后，还能不能维持这种表现？会不会又变得呆若木鸡，又变得一副好像这个整个身心状况有问题的一个老人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拜登的团队恐怕要去仔细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我也不懂啦，就是拜登那天的身体状况，到底他的团队事先有没有帮他做好评估？你如果都没有去做评估，就贸贸然顺由他自己的意愿，就让他去参加这个辩论嘛？我一直觉得这个辩论对老人家来讲是一个极其严苛的挑战，要让他们在那边站90分钟，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不管要不要换，接下来民主党大概都要面临非常大的考验，因为他们不管做什么抉择，恐怕都是非常困难的。好，距离年底的选战11月的那个选战呢，到现在为止，可能还剩下4、5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到底民主党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曲折？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而这结局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我们先进广告。好，讲到了中方哈，其实现在呢，把它列为死对头的不是只有美国而已，还有一个印度。印度一直以来啦，因为边境问题嘛，所以呢，他们其实一直是对于中方这边有所挑战的。来看到说，他们现在的空军呢，在拉达克还有西藏的一小部分，现在就开始加强部署，米格29啦、苏凯30啊、标风战机啊，通通给它开过去。好，甚至呢，还有波音C-17以及呢伊尔7的，通通都在这边聚集。他们的参谋总长呢，他们的陆军参谋长讲说，现在是因为中印局势敏感而且不正常。好，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事件，带您来看到印度一个坦克，他说呢，在经过跟中方接壤的地区渡河的时候沉没了，有5名士兵死亡。好，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说法，因为呢，其实在这个地带来，从2020年那个时候呢，双方爆发冲突之后，大家就长期在这边对峙，所以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他们都会想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对方干预的因素存在。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们现在也开始对中方的3种产品来征收反倾销税，这里面呢就包括了液压碎石机，而且呢很高它那个关税一加就加到162.5%，将近要 double 了。好，目前呢也还有一个进展，就是当他发现说，中方很多地方在做基建的时候，印度现在也要开始来对抗那个“一带一路”的基建了。第一步斥资90亿美元来兴建大型港口，要重启跟欧洲的贸易走廊计划。毕竟啦，现在看到了中方啦跟欧洲啦这个贸易啊，或者是港口啊、铁路啊等等的接口，他们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再下一城，不能全部让中方规划旁起。而美国呢，其实在去年G20的时候有签了一个备忘录，它是希望说呢，能够把印度含进来。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在研究那一条路到底可不可行，因为它是从印度，然后到约旦，再到以色列，里面就有一种陆路、海路，其实它牵扯在一起。但这个呢，其实是那个时候G20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对抗中方“一带一路”的一个倡议，现在要开始进行了。这几年啊，莫迪他在执政的状态下，他一直希望让印度人感受到那个荣耀感，所以呢，他也一直在做基建。只是这些基建现在呢，却频频传出问题。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在传说机场建物坍塌。好，这个呢是在印度的国门新德里机场，星期五的时候呢，说一阵狂风暴雨之后，结果航厦的屋顶梁柱就坍塌了，造成了1死8伤。而这已经是3天来第3起基建所发生的意外事故。其实这几年他们花了多少钱？花了2兆美元盖港，然后盖桥、造路、建港，但是呢，却是接连的发生了一些基建，然后状况不好、坍塌，或者是呢有一些桥段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惨况，所以网友开始在讲说，这算不算是踢足球的帽子戏法？就是你会猜一猜，到底下一个轮到哪一座机场会发生问题？豆腐渣工程一再的出现，也让大家想问问，印度现在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大国实力？毕竟啦，中印在地区上面确实他们是在较劲当中，像是孟加拉的总理，他即将要到中方访问，出发之前，其实印度这边也有给了他的一些的压力跟拉力啦，希望说你能不能不要去，但是呢，他还是要去。最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有一笔总额70亿美元的中方贷款，这一次呢，也希望能够来谈一谈，同时是不是也要开始做人民币本币的交易互换的可能性？那印度就会担心啊，因为这样子是不是表示中方跟他又更近一些些，战略上面就会有一些潜在的威胁啊？其实啊，大家都是从自己的
立场来出发嘛。孟加拉过往可能跟印度比较好，但现在他也看到中国在崛起啊，他也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跟着他走？大家都不想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到底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好，包括了印度孟加拉铁路协议，有没有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双方彼此之间的一些互通往来，其实呢，在局势整个社区地区局势的变化之下，人民也会有一些感受，包括了孟加拉的公民现在开始对于印度出现了一些反感的意涵，他们也想问：我们真的要一直跟印度这么近吗？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印度？其实一直以来他都觉得他要跟中国对抗，特别是在边境上面，最近一再的看到他们在包括了空军包括了陆军等等，纷纷增加军力。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这个领土纠纷这个已经几十年了那这个最主要是在这个英国统治的时候那么非法侵略了当时属于中国的土地。而且他没有跟他跟当地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地方政府签的约没有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同意，所以这个中国从来就不承认他窃取掉中国的这个英国帝国主义当时这个偷窃中国土地这个结果啦，这2块地，一个就是在这个藏南地区，那是100%的西藏人民的祖居的土地，你进去看一下。怎么跟印度有关呢？跟印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拉达克地区的话，拉达克的首府叫小拉萨，他那个房子就盖得像模仿拉萨的那个布达拉宫盖的，所以叫小拉萨，也分是100%的藏族土地怎么是印度的土地呢？所以印度今天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英国是实施这个怎么讲呢？扩张主义，侵略中国的土地那中国的中央政府当时是没有同意的，根本就不知道。那可是印度独立后，他就说这2块土地是他的，而且还采取这种很霸道的政策。所以1962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出兵把印度教训了一顿。可是呢，当时并没有只是说这些土地是争议的。那个时候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越过喜马拉雅山是成营的把印度的军队俘虏最后还把他们还给他们。如果他当时可以在挥兵直接打到这个新德里的话那印度就不是今天的印度了。只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从全盘战略考虑因为美国那些这些英国国家加入了，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中国大陆用印度来打中国大陆，所以呢，所以这个战争就一直就是等于说只是停战，领土的问题没解决。可是呢，采取比较这个侵略性作风都是印度。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看了很多资料，我觉得莫迪当时他在这个3、4年前挑起印度的这个边界冲突有2个目的，一个是他要控制军队，因为他只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他才能够在这些让军队有地方表现，然后呢，在这些过程中，他可以军队支持，他可以控制印度的军队。第2个呢，就是煽动印度的民族主义。以反中作为一个怎么样？印度的反中作为它凝聚一个内部非常复杂、松散、对立的一个印度社会，让它有一个共同的外敌，让它能够凝聚权力。那这几年呢，事实上它已经用过了。那事实上，我觉得现在的中印边界会时会有问题出来了。可是只要莫迪不要想利用这个中印边界纠纷来获取他个人的政治利益的话，中印边界事实上不会酿成大祸的，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冲突继续发生的。是，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看得很清楚人要富先开路，这个也就是中国大陆自从开始推动“一带一路”之后这么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为什么？因为它除了开路之外，它还帮忙建设港口，那还建设铁路，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当然，西方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国家都会讲说，哎呀，这个是将债务建构在这些国家压在这些国家的肩膀上。但是中国有逼迫你马上就要还吗？其实并没有。
而且中国大陆事实上来讲，之前也曾经有免除非洲一些国家的债务的一个潜力，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协助这些南方国家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啊。那我们刚刚讲到拉达的这个地方，事实上，印度在那边开了一个隧道。那开了一个隧道之后呢，那个隧道很长啊，大概只比我们台湾的雪隧短一点而已。那它直接的可以将部队从印度最北边的一个省份运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冲突的地点啊。但是呢，印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公共建设啊。那现在他又说要做这个印度、中东、欧洲的一个经济走廊啊。他说要做这个经济走廊，这个经济走廊不是像我们讲的一带一路，不是我们讲的中欧班列直接坐船或者是直接搭铁路就到达的，他要先到那个沙烏地联合大公国，然后再到沙烏地，然后再到那个透过约旦，然后再到以色列。我们有想到吗？现在这些国家真的可以做这么一件事，帮印度铺这个铁路吗？铺完铁路之后还没完，他到海法之后，他还要再转运一次才能到达欧洲，这么累，干脆直接做中欧班列，直接在巴基斯坦直接穿越中巴经济走廊，直接切入到那个我们讲到说中欧班列的这些地方啊，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啊！你做这个印度、中东、欧洲的这个经济走廊，到底有什么实用？其实并没有什么实效啊！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地缘政治这么复杂，要怎么解决？那现在连仗都还没打完，未来仗打完了之后，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协助一起开路？那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请教彬哥。印度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印度洋的霸主，他认为整个印度洋周边都应该由他来管辖。那他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当然非常感冒，他一直想要压过中国大陆。那可是问题就是在于，印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直没搞懂的是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印度在这些地方追不上中国大陆。你的人民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都没有去改良的话，印度的成长很快就会面临瓶颈。你虽然有人口红利，对你人口够多，你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可是这些人口只能够带给你劳力密集的产业，那对于其他的相关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继续发展。所以印度，我觉得他与其现在把大笔的心力投注在军队上面，还不如赶快去做好他自己的基础建设。印度的铁路也很发达，可是问题是印度现在还在用那种非常老旧的车，然后大家看到那种奇观，就是印度的火车上面就是站了一大堆的人，这爬到车顶上去。上下下。对啊，你都已经21世纪了，如果你还在搞这些东西的话，你的国家怎么可能会进步呢？然后你的工程品质到底是发生怎么回事？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他们那个断桥的画面，桥能够断得这么彻底，像即溶奶粉一样，真的是不可思议。它那个整个桥这样像奶粉一样碎掉之后，整个化到河里头去，然后完全都没有一根筋骨都没有了。那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环保材质建的，能够建得这么厉害。所以，如果他们这种人谋不臧的问题，这种偷工减料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请问一下，你确定你的军队真的能打吗？印度的军机的失事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每年都要掉飞机。来看看，在美国的部分，总统辩论后续的效应还在发酵。美国内部呢，一直传出来所谓要换拜骂这样子声音之外，共和党当然是敌对的其他阵营就赶快呼吁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呼吁干脆副总统贺锦丽直接罢掉拜登好了那这种所谓拜登内阁考量援引25修正案的说法呢，共和党的众议员罗伊特别讲，很多人都要求要援引的，但这个取决于拜登的内阁成员愿不愿意这样做，做不做得到，还会要求内阁成员要扪心自问民主党甚至自己说，麦卡锡就说啦，你是没有办法真的跟他谈判的，这只有拜登是自己能够做的决定，从选票上除名。
明。那既然拜登不会放弃，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夫人吉尔也不想放弃吗？的确，现在拜登还是告诉大家说他会选到底。而拜登辩论之后，抗通膨债抬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开始觉得，哇，整个民调的数字一直一边的单边倾斜的情况之下，连股市都开始胶原押宝川普概念股，各种的相关的类股、债券啊、金融啊等等都产生了变化，这也是国内的一种风向吗？甚至是已产生一种内战或者已经先投降要输了的这样的氛围吗？布伦伯尔报道啊，美国除了经济议题之外，在预算赤字上的激增也成为国债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国会的预算最新预估，今年政府必须再多借4000亿美元。才能够弥补得了目前的预算赤字啊，而且未来10年还要多借高达数兆美元，才能解决国家的债务问题。那同时面对已经很债务累累的情况之下，援外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问题还持续啊。美国还要继续在50亿去军援乌克兰啊，包括了英式防空飞弹跟炮弹，尤其是这个要向乌克兰先提供大概台币50亿这样的一套的武器跟弹药，都是来自于总统的拨款权就可以直接拨出去来支应的。算一算，从2022年战争爆发到现在，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当然是一笔大数字了。那俄罗斯则是警告美国说，美国制的无人机被用来袭击俄罗斯，或者是直接引发冲突，这样的做法呢，会增加北约跟俄罗斯联邦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要美国你给我注意一点，但接下来有可能因此而战事扩大吗？美国华府的智库过去研究所都是反对这个战争延续的，但现在似乎已经。俄国的反战精英啊，就说这个华府智库说，反战精英啊，也都开始支持战争了。也就是说，这个战争要继续打到底，打的强度越高的这样的氛围是越来越强的。而普京这个时候被说是趁势壮大，怎么说呢？当然就是说弹药的各种限制，本来各国。俄美之间都有一些协议的，现在全部都要被打破了吗？例如泽伦斯基表示哦，光是今年3月就有3000枚滑翔导引炸弹击中目标。这些滑翔导引是传统的炸弹，结合了可以展开的机翼啊、卫星导航这些武器啊，但射程更远，就是跟美国联合直接攻击的这个弹药是一样的。普京特别讲哦，可能会恢复所谓中短程飞弹。过去有些协议在美俄之间。2019年就宣布不再生产啊，但现在因为他认为美国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中程飞弹条约，所以欧洲等地这类的飞弹演习都用了，他们也准备要做出反应，开始再来生产或甚至部署吗？但美国专家分析双方的敌我的这个军力的各种分析评估，却认为在新型炸药这一块的发展上面，中俄遥遥领先。先前红极一时，例如这个炸药之王啊 ，CL-20是一种非核的炸药，美国。也长期有很多研究啊，既然有重要的武器，一定会握在手里。但是呢，目前毕竟还是没有被管制的情况之下，没有被广泛使用在武器。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相反，不断的更加大研究的力道，现在发展的程度如何，也还在观察当中。但是呢，俄罗斯说跟伊朗更多的合作咯。你看他跟北韩合作完，现在跟伊朗敲定的各种合作，可能跟核武有关吗？这是大家最担心，尤其是美国才会紧急的说要祭出新的制裁，遏制伊朗从这个跟俄罗斯的合作里头取得核武相关的武器或者是能力。那特别这个制裁里头，把3个伊朗石化工业实体的名单里头。有11艘船纳入查扣黑名单，还要透过各种的经济的防堵，确保伊朗不可以什么取得核武，但挡得住吗？布林肯的这些谈话，只是让大家外界其实也有点存疑哦。亮哥，光是在美国国内选情似乎已经拍板底定，这种氛围就已经开始大乱了。我这个共和党的建议就叫敌人的建议，对啊，对啊，民主党当然不可能这样干，对。因为按照宪法第25条修正案，基本上是要内阁的重要成员加上副总统都联名啊，说总统已经没有办法履行职务，这个在历史上真的没有发生过，这等于是内部政变啊。那除非就是总统真的就是陷于什么状态啦，比如说被绑架啊，事实上那个白宫陷落那个电影就是这样演的啊，可是那个副总统不愿意签嘛，对不对？
这个可能性很低啦。我不认为贺锦丽会干这种事啦。而且你干了这种事，民主党也分裂了，也不会支持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共和党这个显然是别有用心呐，别有用心呐。我认为不太可能。事实上，拜登在2天前已经表达他要参选到底了，是啊，所以这个相当麻烦。因为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目前是这样啦，就是说民主党本来是8月19号是党代表大会嘛，那他因为他有一个 roll call 啦，说可以用电子投票，可是最早也是8月7号，所以等于只有5个礼拜可以运作这件事。可是前提是拜登必须同意啦，拜登完全看不出意愿，而且我讲白了啦，你现场程序上还要有过半的参与的民主党的党代表直接支持那个新的替代人选，我目前也看不出有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延续下来再讲这个俄乌战争啊，我觉得俄罗斯现在心里就有点笃定了，就觉得川普应该会当选啊，那这个乌克兰到时候让川普来收拾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没有打得很用力了。哦，比如说本来也许他在想，搞不好拜登当选，所以他搞不好想要提前结束战争，那等于是来帮川普当选了。因为提前结束战争，那拜登就满面豆花啊，不是吗？啊，那就是俄罗斯送给川普最好的礼物啊。可是目前看来，好像拜登已经好像没救了这样啊，所以不用他出力也会。不，而且乌克兰有一关要过了，因为他9月之后就要碰到冬天了。所以我觉得他的发电啊，那个取暖的状况会有一定的程度的紧张啦。那个时候坦白讲要怎么打呢？啊，所以而且我觉得，如果照目前看来哈，包括他跟中国、跟北韩、跟伊朗、跟土耳其、跟印度，好像这些主要国家的贸易状态都维持稳定哈。那消耗战这样打下来，他不会输还可以撑。搞不好会害死美国，害死欧洲啊。所以普京搞不好在想说，搞不好打消耗战，我也是拖死欧美啊。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想法，慢慢在调整当中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近不太愿意投入太多士兵，造成大量伤亡，因为前一阵子真的死蛮多人的啊。我讲的是俄罗斯的军队进攻吗？所以我认为他可能不想这样打了。不，因为你去包围城镇，攻方一定要死很多人的啦。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他在慢慢的在调整他的战法，这样。如果调整战法的话，那美国现在可能的策略又是什么呢？朱老师，因为在美国目前的风向，选民都觉得，9月还有一场电视辩论呢，这2个人辩了一次，结果是这样，9月还要辩不知道是什么结果。那这样子已经大势已定的时候，大家开始押宝啦，就往单面的候选人去倾斜啦。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民主党内看不到任何一个替代人选嘛。那能够去把民主党内各派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派系人马都能够镇得住，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个本身也是很高的难度。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奥巴马是支持拜登的，对。那么在奥巴马支持拜登的情况下，其他人要翻盘，我觉得就很困难。所以看起来民主党这一场战呢，恐怕会陷入苦战。也就是现在大家考虑的是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拜登能不能赢得总统大选？第二个，拜登的这个选情会不会拖累民主党在参议院跟众议院的选举？那这2个其实都会关系到明年的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这2个问题对民主党来说都是难题啊。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通过奥巴马的动员，能够去弥补拜登的这些方面的赤字？因为现在的问题其实虽然川普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因为拜登的这个软弱，拜登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他的这种执行职务的能力真的是让大家去有高度的怀疑。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把焦点转移在民主党内以及拜登本人，而不是去注意看那个川普本身的问题，所以这个才是让民主党最担心。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的意见领袖这么多站出来但基本上来讲，现在大概看起来不太可能换。但那等到了9月那一次辩论，当然就更麻烦。不过
看起来也很有趣，就是说它是下一次辩论是9月，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大家这个民主党内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应变了。还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应变，但是能不能应变得过来，要怎么去应变？我看这个问题大概现在所有人都在头痛啊，密集的讨论呢。好，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也息息相关，就是那以色列怎么办啊？当然现在跟以色列关系非常密切，就是伊朗啦。因为现在大家就认为说要解决以色列的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说要控制住他在北面跟这个真主党的战争，而真主党背后就是伊朗，所以到底伊朗要如何制裁他？那当然能不能有效的去运用伊朗这现在正在进行的总统大选？那这个就跟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俄罗斯现在这个提出来说有可能会跟伊朗签一个条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就会像是俄罗斯跟北韩所签署的，其实就是一个同盟条约啦。俄罗斯要把北韩跟这个伊朗串在一起，变成一个强固的同盟。那这个当然就会对美国很多的他的战略专家来讲，就是一个很巨大的噩梦啊。就是说，终于欧亚大陆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这个海洋的国家，那所以美国一定要去打败他们。那伊朗就变成是一个这个罪恶的这个联盟，罪恶联盟的成员。那当然，这样子的一种操作，其实跟奥巴马也好，跟拜登他本来的政策其实是不符的。那当然也会增加美国的难度。为什么？因为其实事实上来讲呢，因为伊朗事实上呢，第一个，它跟俄罗斯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铁，因为现在伊朗主要跟俄罗斯对伊朗的需求是大于伊朗对俄罗斯的需求的，因为俄罗斯要伊朗协助他的这个所谓的军火的这个需要，也要通过伊朗去建立一个南北的这种走道，能够去避过西方国家的制裁。可是伊朗不希望继续被西方国家制裁，如果这个走道建立了，那么伊朗的面临的制裁会更加的严重。现在伊朗不管是改革派的或是保守派的这个候选人，都宣示说要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制裁。那你怎么能够跟俄罗斯结盟呢？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伊朗反而是对于拜登来说是一个难题，但也是一个机会。可是问题他要怎么去把握？还有一个有趣的角色就是中国大陆的角色。中国大陆可能也不希望被拖进去，因为这样子一个联盟可能会使中国大陆变成绑在一起，一定要跟西方国家去展开一个全面的对抗。那这个里头会使得中国大陆跟欧洲的关系陷入了难题，因为这是中国大陆所不愿意看到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其实有太多复杂的故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观察。夏伟哥有观察到俄罗斯的战法在改变吗？的确啊，俄罗斯啊，他现在过去在这个俄乌前线这个打法是很传统的啊，先用炮弹给你洗地，以后呢洗过了地，然后步兵再跟上去。但是你现在俄罗斯他这个炮弹洗地的这个方式呢，感觉当然因为你像我们讲到俄乌战场上，现在已经打成那种2次大战、1次大战那种类似像那种壕沟防线战。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这个用炮弹洗地，当然其实会给守军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现在俄罗斯也发现了光用炮弹洗地的方式没有办法达到原先真的想要达到战术效果，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大量的改装过去的那种大型的空用炸弹，像比如说他们现在用到这个3000公斤也就是3吨等级的这样的炸弹，因为3吨等级的炸弹，它对于这个俄罗斯空军的这些战机来讲，要载着它没有问题。但是过去呢，这些3000公斤的炸弹，它原本是设计装在这些轰炸机去水平轰炸人家这个大城市，一次丢一大堆，能够炸中目标那是万幸。但是现在靠着这个俄罗斯开发的新的这个导引系统，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有他的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然后再结合到这种所谓的炸弹的延程的这样一个套件，就是炸弹上绑一个小翅膀，丢下去以后那个炸弹抛下去，小翅膀打开，那这时候它就具备滑翔能力啦。那我俄罗斯的这个战机就不用太靠近前线丢下去，而且因为3000公斤的炸弹即便我不是那么精准的炸中我原先要炸的目标，炸它旁边一点点，那个爆炸的威力也可
可以把你原先想要炸这个目标震得这个七荤八素的。所以现在俄军就靠这种大型的空用炸弹开始大量的在那个俄乌的这种前线开始开路。所以你看其实美国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势了。所以为什么这次美国援助俄罗斯那个乌克兰的军援里面有包含50亿的这个项目，而且50亿的项目很多是包含这个英式防空飞弹及炮弹。所以看到英式防空飞弹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它的射程防区距离大概40公里左右，但其实那是在美国跟它的盟国都已经开始汰除了这个装备，像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英式那个防空飞弹也已经全部除役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台湾的英式飞弹也这个绕了那个1/3个地球跑去乌克兰变成乌克兰这个军队的这样的制式装备了？我们也是非常的好奇中了。但是也代表就是说，美国也已经正视到现在俄罗斯空军开始在用这个高磅数就是大型的这样的炸弹，在前线开始帮原先的俄军开路。因为如果说能够利用这样炸弹炸出一个缺口，或炸出一片这个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炸弹带给防守守军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当我防守的守军躲在这个战壕里面，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作为掩体的这些建物一个一个被炸烂，而且炸烂之后里面人都没有那个无线电叫不到，怎么搞的？那这下的话，其实对于其他还在岗位上的这个战士来说，压力会很大，甚至于可能会发挥这个那个可能会变成集体就是要向后撤退这样的情况。现在俄罗斯在那个俄乌战场上真的是某种程度来说，利用火力重新抓住了一些这样一个主导权。不过像这边也有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那个华府智库提出俄罗斯原本这些反战精英开始转向支持俄罗斯。原本这些反战精英认为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冲突是普丁的战争，但是随着就是说这个战况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加入支援乌克兰的这一方，让这些俄国的精英认为现在这场战争已经不只是单单针对普丁而已了，是针对俄罗斯。所以站在针对俄罗斯的这立场上来说，这些反战的精英已经认为这是一场对俄罗斯的战争，所以他们也要站出来支持了。接下来看看中国大陆的角色在各种的合纵连横里头，跟印度的关系却产生了蛮大的紧张。为了要平衡中印外交，孟加拉总理即将访中。那其中要签订的70亿美元的贷款呢，就受到很大的关注。从7月8号到11号即将访中这件事情，看到的其中一个关键叫做货币交易，有可能讨论用孟加拉币跟人民币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双方就相关备忘录正在进行磋商由于中国跟孟加拉的影响力在扩大让印度感到的担忧，让印度甚至重新评估要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要更紧张跟评估小心了。因为在孟加拉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印的声浪，这些抗议啦或者是海报出现，就是要所谓印度滚蛋，像这样子的画面出现，包括商品包括印度的运动产品，甚至各种的赛事都一样。社群上的这种反印的声浪出现了越来越多。专家分析因为包括现在孟加拉有1.1亿的人口，购买力又不断增长，却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投资也越多，尤其是中国对外资投资的友好有利可图的这可能性，让中印走的跟这个孟加拉走的越来越近，但相对跟印度却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中国解放军呢，还在5月份到了孟加拉首次展开过金色友谊2024的陆军联合军演，更展示双方不只是在经济上合作，在军事上也会联合演习。那印度紧张啦，所以孟加拉总理哈希纳访中之前，莫迪还抢先跟他在6月22号一起签署一份扩大合作协议的各种包括国防关系这些联合训练希望能够建立互相的拉拢孟加拉跟他们的关系但中印边境的紧张却是越来越多的演习事件或者是边境的冲突。例如这一起是印度的坦克在跟中国接壤的这个地区渡河，其实应该是个军事训练的演习的，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发生在拉达克地区这边的位置中国跟印度实际控制线的附近，突然有一辆坦克不幸的因为
被说算是因为大雨啊，天候不佳，让他们在渡河的时候不幸被大水给淹没哦，造成了5名士兵的死亡。那但是的确，双方在各种的开通直航啦，拒绝的这种条件，边境不愿意退让啊，实在是蛮紧张的哦。中印关系紧张之后，印度的总理莫迪也原本下个礼拜三要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合会，却突然表示，将会派其他人由外长苏杰生率领参加。所以莫迪自己不去了。那印度的《斯坦时报》只是报道他不会出席峰会，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印关系实在太紧张了。不过当然也可能他来自于自己国内的状况不断，自顾不暇。例如连续3天已经3起了印度的机场建物各种的坍塌啦。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实在是很惊恐啊！这是机场，印度的国门新德里机场28号遭到狂风强降雨，直接像浆糊的一样，整个全部塌下来、垮下来，航厦的屋顶、梁柱坍塌，造成了1死8伤，这是不可思议的画面。那29号印度西部也一样哦，也传出了类似的意外，出现刚刚启用的机场顶棚，大雨居然太大。直接倾泻的情况之下，就整个倒塌了，所以才启用3个月的机场就发生倒塌。在中部也有类似的情况，连续3天的3起，对于重大的交通建设来讲，国内的这些公事公法到底有没有受到很安全或者是合乎国际规范的标准，连政府机关也受到很大的挑战啊。亮哥看到中印关系的紧张跟孟加拉之间的多边关系，这个印度也是一个奇葩啦，因为它周边所有国家的关系都非常不好啊。这个大概全世界就只有这么一个国家了啊！你看它跟巴基斯坦、跟斯里兰卡、跟尼泊尔、跟中国关系都非常不好。那本来它是可以跟孟加拉比较好的，因为孟加拉当初是东巴基斯坦嘛，那独立的过程当中，印度有帮忙的啊。那结果后来关系还是不好啊，这个我觉得就要怪印度自己了，就是他就是对他的周边国家都非常的骄傲嘛，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不同教啦，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印度教为主啊。那这个后来孟加拉，因为这个国家很穷嘛，那你也知道缅甸那边不是有罗兴亚的难民被缅甸赶出来，那赶到孟加拉，那事实上他们也本来就是从孟加拉过去的，那光是这样的人就有120万，那孟加拉就觉得他的压力很大啊，那孟加拉也有一堆难民跑去印度，那结果印度把他们赶回来，而且印度还用铁丝网封锁边境，不让孟加拉那些人过去啊，那事实上。因为当初印度那个国界的划分哦，我坦白讲啊，就是加尔各答跟孟加拉就是连在一起了嘛，所以很多人事实上生活圈就是在一起的。那现在你变成2个国家，所以他对那边的国境的执行就越来越严呐。那当然，因为孟加拉很穷嘛，孟加拉现在人均只有2800块，而且那个地方大概是全世界最容易有水灾的地方啊。下雨都非常大等等啊，那后来去帮他忙的就是中国啊，就中国去帮他盖马路啦、盖水利建设啦、盖机场啊，就都是基建啊。那奇怪为什么不是印度啊？对，所以我说他周边国家很多关系都是这样搞砸的啦。斯里兰卡也是啊，斯里兰卡那个最大那个港口就是中国去做担保的啊，那现在把它重建起来这样。事实上那个宗教都不一样，斯里兰卡是佛教啊，那不是孟加拉跟那个巴基斯坦都是穆斯林啊，可是我就印度自己什么教都有啦，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把周边的关系弄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啦，就是长期累积的情绪啦，所以也没有说严重到。说什么孟加拉后来帮中国打印度，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啦，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常常会有这一类的事件啦，就是他就是去拜访中国，然后你看，我认为这个本币互换应该是确定的啦。那本币互换之后，那中国大陆当然对孟加拉影响就更大嘛，是啊，而且这个地方中国要去跟他发展关系，还真的有必要，因为它的人口高达1.7亿啊，所以坦白说也是一个。
崛起中的消费国家啦，就是说它如果好好发展，那未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啊，就是这样啊。那而且中国大陆有很多纺织业也是移到孟加拉，还有巴基斯坦，这也是事实啦，所以我是觉得，那印度这个国家啊，跟周边的国家要改进，我认为就是也坏不到多坏了可是就是好不了啦。所以你说上合对印度来讲，本来诱因就很低啊，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讲是欧亚联盟，可是是以中亚、俄罗斯跟中国为主嘛，所以坦白讲，跟印度实在是沾不上边呐。说实在，有点远呐。当然，你如果印度透过阿富汗可以沾上边呐，可是印度又没有努力在经营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不去是可以理解啦，因为你知道他这是选举大败嘛，那很多穷人都改投给反对党，所以我觉得他留在印度也是合理啦。你要先稳住国内为优先。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俄关系被说紧张了，所以以至于连莫迪本来要参加的上海的上合会都不参加了。这个如果说莫迪去的话，大概会见到习近平，然后会见到巴基斯坦总统，他可能也不想面对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啦。但整体来讲，印度政府是没有提供任何的理由说为什么不去但他比较算是一个拿得出台面的理由是说因为他的国会正在开会，那因为印度是内阁制嘛，所以他必须要在国会进行询答，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不过整体来讲，其实去年印度就出现这个有趣的事情，因为去年印度是上合组织的这个东道主但是去年的上合组织的峰会，它居然是线上的召开。那当时其实大家就有很多揣测说，为什么印度会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当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整个上合组织现在呢，伊朗进来啦，白俄罗斯进来啦，所以整个上合组织变得越来越好像是跟美国打对台的。那印度呢，虽然他强调的是不结盟，可是整体来讲，印度但就客观事实来说，印度现在是所谓的这个四方会谈的成员国之一，它等于是美国在这个南亚最亲密的伙伴国家，所以他要怎么办？所以他当然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那第二个当然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一次的东道主上合组织东道主是哈萨克。哈萨克过去是前苏联的成员国，但现在呢，他在这个在整个这个地缘政治上的选择上，他亲中国大陆更多于亲俄罗斯，因为他很担心普丁会重新想要把这些旧的前苏联的成员国通通都并入他的领土，所以他需要中国大陆加码来维持他的独立。所以呢，本来印度在这个上合组织里头，它最可靠的伙伴是俄罗斯，结果他现在要这个举办的东道主的国家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亲、跟俄罗斯比较远的国家。所以这两个原因，我觉得加起来就使得他觉得说，那他还是不去好。所以一个是跟美国的关系，一个是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两个其实我认为是他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也就反映出印度的一个困难之处，因为本来上合组织是反恐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而印度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困扰里头，很核心的就是恐怖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在莫迪本人他对穆斯林的政策，很多人认为他比较敌视穆斯林的情况下，他要怎么去应对恐怖主义攻击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但他可能现在呢，他没有余力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可能要先摆平他那个来自他的，不管是他党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声音，或者是他这个反对党的不同声音，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他对外的行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
印关系虽然是有冲突，不过目前为止只是在紧张的关系里，还没有办法还不会有真的大的冲突发生吗？其实真的，他们要两个国家发生大的冲突很难啊。虽然说我们看到，最近有新闻啦，印度的这个战车演习啊，居然可以开到河里面啊，也被水给冲走，感觉好像印度在实施备战，准备要跟中国大陆可能是不是要玩真的？但其实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球上来讲，它有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恐怖平衡。怎么说呢？我们大家刚刚前面那个左老师啊，也都讲到，就是那个印度其实地势非常平坦，但也因为如此，印度它那个需要这个雨量需要的用水，因为它全国也大概14亿人多，它现在人口是全球第一大的嘛，那它的水从哪里来？它的水龙头都从喜马拉雅山上下来，而且水龙头的这个开关就等于在那个北京的手里，所以对于这个新德里来讲，它要能够有足够的这个水来供养这14亿人的话，其实还要看北京脸色。